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大家注意哦，这一部影片是 EP17的下集 ，OK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集的话，你应该要先花1个小时的时间去看上集 ，OK。好，因为主要是因为这部影片里面，其实 Dustin 讲的题目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因为上一集讲的太细致了，所以呢，导致说我们可能要把上一集本来部分要讲的内容拆到下集来讲，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下集的话，请你还没有看到上集的话，请你先看上集，好不好 ？OK。好，那我们先来看哦。各位，当你看完上集之后呢，我们现在回来看到第3题这一道题目。好，我们来看这道题目你要怎么去解它。好，我们现在看原文说，这个就是新药，对不对？好，通常新药的引进都会被一个东西卡到，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足够的这个人体的样本，好，活体的样本来做临床试验，好，去确定这个药是有效且安全的。意思就是新药上市场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做临床实验。OK， 好。那样本不够，活体样本那个自愿做实验的人不够，这样子。好，那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就是这个未来的人们的健康都是取决在这些试验中的药到底最后能不能被成功开发嘛，对不对？对吧？好，所以呢，今天这些就是 practicing physicians 这些医生们，他们是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好，为什么有问题呢？你看后面讲的理由。In the absence of any treatment proven to be effective, they fail to encourage suitable patients to volunteer for clinical trials. 如果你今天不叫你现在的病人去做临床试验的话，那你的道德就是有问题的。OK， 好，来，我们整个故事来重新整理一下逻辑。哈，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临床试验现在就是缺自愿做实验的人。OK， 自愿做实验的病人。好，那未来的病人都靠这些药了。好，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不叫现在的病人去做这些实验，去帮助这个临床试验过关的话，你就是不公不义，你就是道德有问题。OK， 好，好，现在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题目，它要证明的是什么？证明的是这些人道德真的是有问题，没有去叫为现在的病人去做临床实验的人，这些医生这样做道德真的是有问题的。OK， 好，再来，我们今天要采取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采取的是削弱，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他们道德并没有问题。那我问各位，如果你要站在削弱的角度，你要带入到谁的角色？你要带入的是骂人的那个人，还是被骂的那个人？你肯定是带到被骂的那个人嘛，对不对？对吧？为什么？他被别人批评说他道德有问题，别人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去叫这些你现在的病人去做实验的话，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人渣，你道德是有问题的。OK， 那今天我们因为要反驳这个反驳嘛，反驳文章里面这个就是 judgment， 所以我们要站在那个被 judge 的角色去尝试去反驳他。好，所以这条题目的带入一定要带入谁的角色？要带入这些 physician 的角色去想，如果你是这些医生。你今天没有把手上的病人送去做临床实验 ，OK？ 别人指责你道德是有问题的，说你这样做根本不利于未来的病人 ，OK？ 好，那我问你，你要怎么样证明你的道德没问题，对吧？别人用道德来加持你，好，说你为什么不把你手上的病人拿去做临床实验？你看这样未来有很多这样你的新药推展就会推迟，对不对？新药的进展就会推迟，那未来病人就不会受惠，对不对？好，那请问你，今天你身为一个医生，你被这样指责，你要怎么样反驳他？说其实我的道德没有问题，很简单，直接怎么样呢？你跟他讲，你也是有苦衷的，对不对？你道德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真的是恶意要这样做，对不对？你的苦衷是什么，对吧？好，你的苦衷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问你哦，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明明今天你有个病人可以送去做临床实验，为什么你不送他去做？很简单，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这样子做对你的病人有点过不去，对不对？对吧？好，就是你送过去之后，对不对？也许未来新药会成功，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病人就被牺牲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身为医生，你要怎么样去证明自己道德没有问题？你要怎么样去驳斥对方？对方叫你把手上的这个病人交出来，但对你来说，其实你的道德陷入了两难。你并不是道德有问题才不把它交出来，因为你陷入了苦衷，对不对？你的苦衷是什么？就是
我手上的病人会不会因此牺牲掉，对吧？所以这个题目你的预想方向就会是什么？就会是所谓的我不把手上的病人送出来，不代表我道德是有问题的 ，OK？ 因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的苦衷就是我要对现在的病人负上道德的责任，对吧 ？OK， 好，这些都是我们要带入这个角色才能想得到的东西哦。好，那现在我们来去想下面几个选项。好，来第一个，他说有很多药，对不对？好，它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有很多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药，都是现在没有有效的疗法的。好，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发现他根本没有去解释到道德责任问题吧？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根本不会是医生对前面那个反驳者的回答，对不对？如果现在药都没办法，都没有有效的疗法的话，那是不是反而证明是更应该把它送过去，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 A 选项反而是没有关系的。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完全不属于医生的这个苦衷，对不对？好，我们要找的是医生的苦衷是什么？好，那 B 选项说什么？说病患跟医生的考量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怎么样的，都有就是权利。好，每一个人都有就是道德上的义务，要去什么？要去解决别人的苦难。有机会的话，就要去解决别人的苦难，这样子。OK， 好，这个选项看起来好像在跟你证明说怎么样呢？就是他还跟你证明说医生的怎么样？医生就是医生的考量跟病人的考量是不一样。但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没有解释到医生的苦衷，对不对？对吧？好，没有去解释到医生到底为什么今天他有道德，他还是不把人送过去，对不对？那一定是要去解释说他的道德苦衷是什么嘛，对吧？好，来，所以 B 选项这边也是什么？也是无关选项，他并没有办法去用另外一个方向解释医生是有道德的。我们刚刚文章分析之后，你就知道你身为一个医生。别人说你不送过去就是没有道德，你要怎么去反驳他？很简单，就是你要证明他的道德有另外一层的考量。可是 B 选项并没有去证明医生有另外一层的考量。OK， 好，来，那 C 选项说什么 ？C 选项说，通常好一半的病人怎么样呢？都是控制组，一半的病人是这个对照组嘛，对不对？一个病人是这对照组的，一半病人是实验组嘛，对不对 ？OK， 好，来。他在讲的是实验的方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到底医生有没有别的道德考量，决定说什么不要送这些人去实验，对吧？所以 C 选项也是无关选项。多选项说什么？说这个一个药一定要等到就是什么临床试验过关之后，才能够对病患开放。你有没有发现？他只是在跟你去解释实验的重要性，那这样子看的话，是不是更应该要把病人送去做实验，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我们要去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把病人送过去做实验，他的苦衷是什么？医生们为什么今天可以仍然有道德，但是不把他们送去做实验？好，所以多选项一样是无法对到这个我们的预想的。OK， 好，来，那一选项说什么呢？说医生们他们都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道德上跟法律上责任是要去照顾现在的病人。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选项完全的对应到我们刚刚解释的方向，对不对？对吧？我们刚刚说文章里面，好，还没有看选项之前，我们就已经先预想了。好，文章里面的结论是，你不把病人送去做临床实验，就是没有道德，对不对？就是没有道德。那今天我们被指责，我们要去怀疑这个指责，所以我们要带到被指责的位置上去想，如果我是被批评的医生，我要怎么样去证明我其实仍然是有道德的 ？OK， 对方要告诉我说你这样做没有道德，我要跟他讲这样做我是有道德的。那如果你要证明我这样做，我不把人送过去是有道德的话，那就是你要去解释我的道德从何而来。我不把人送过去是依据了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解释你的苦衷 ，OK？ 好，那所以直接就发现这4个选项里面，只有一选项直接解释到说，医生的道德责任是在照顾现有的病人，而不是在照顾未来的病人。只有这个选项可以解释医生另外一层的道德考量，其他4个选项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医生不送过去，但仍然是有道德。OK， 好，来，所以这题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一选项。
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分析文章、分析命题跟预想那个方向，其实对我们做题目非常的重要。OK， 好 ，GMAT 的题目设计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只要能够认真的去分析题目、分析逻辑链、分析还有你取的方向，然后再去认真的做代入预想的话，那个就是 direction 都会非常明确。OK，direction 都非常明确，这样子。像我们只要确定我们等一下要找到的是有没有办法解释医生的其他道德苦衷，那我们就可以确定答案就是什么E选项。OK， 好，那就算不明确，不是不明确，不好意思，就算今天可能有2个选项都对到我们刚刚想的方向，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怎么样，像刚刚上一集讲过那2题一样，2个选项都被我们就是放到第2轮去，我们可以回来检视原文的逻辑链去想。哪些选项跟原文的逻辑链更为相关，对不对？好，关于这个观点，各位可以去看我另外一部影片，叫做混淆选项的辨别。好，大家可以去知道说我们在第2轮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判断混淆选项，这样子。OK， 好，来，你知道我们看最后一题。这一题我知道各位同学都做过，应该算是 OG 里面特别难的题目，对不对？好，难是因为你发现说后面5个选项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干嘛，对不对？绕来绕去，这整个资讯超级复杂，对吧？好，但其实上这道题目就证明了代入法的重要，预想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先把你要找的方向确定的话，那接下来的选项你会看得非常痛苦，非常难过。OK， 好，我们来试试看这道题哦。好，来，你看，在实验里面。每一个受试者都要被要求怎么样呢？去选择到底是要简单的任务，还是要困难的任务 ？OK， 你选简单就是把困难任务留给别人，你选困难就是把简单任务留给别人，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说什么？每一个受试者他们怎么样呢？或者是他们可以用电脑自任意选的方式。OK， 好。他可以选择自己选，或者是可以选择用抽签这样子。好，那大部分去选什么？去选简单的这个任务的那些人 ，OK， 你去问他们，他们都会说他们的选择是公平的。好，但是呢，对于另外一群人而言，对不对？对于另外一群人而言，他们都会说选择简单的任务是不公平的。所以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道德上。宽以待己，严以律人。OK， 好，最后这句话的人话是这样子的 ：Apply weaker moral standard to themselves than to others。意思就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双重标准的意思啊。一个人有双重的标准，好，对自己来说就比较宽。好，不好意思，不是严以律己，严以律人。好，对自己来说标准比较宽，对别人来说标准比较紧，这样子。OK， 好，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好，看完之后，我们先来想，他要我们证明的命题是什么？到底这个实验是不是证明了人们有双重标准？人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这是他要证明的命题。OK， 那今天呢，再来我们来想方向，他要我们的方向是 assumption。好，是假设，但我们当然都知道，Dustin 在上一堂课里面说过，好。如果遇到假设题的题目的话，我在预想的时候，我会先用削弱来想，好，这样比较好想，因为我们一般日常生活中不太会去讨论假设，但是我们都知道假设就是把什么断桥，或者就是把可能会削弱的点接起来 ，OK， 好，所以这时候我会选择用削弱来想，好，来，我们来想哦，我们要带到谁的角色？假设这题是削弱的话，我们要带到谁的角色？文章最后说怎么样呢？这些人们，他们都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人。好，那我们来想哦，如果我们今天要去 weaken 他的话，我们就是要带入谁的角色？带入这些被骂的人的角色，对不对？好，现在把你自己放到什么？把你自己放到那些实验者、被实验的人的角色里面去。你去想，如果你被说你是不是有道德双重标准？你是不是对别人比较烂，对自己比较好？如果你是这种人，你被这样指责的话，你会怎么去反驳？那注意哦，你在想预想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空想，你要会去对照前面的 premise 哦。好，因为很多同学他会空想，想到后来他想到的方向跟前面都没什么关联。OK， 好，所以你必须要用这样的角色权，重新用这样的角色重新看一次文章的 premise。OK，
文章里面跟你讲说，他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他判断的依据是说，也就是给你自己选，你就选难，你选简单，你会觉得很公平，对不对？好，然后呢，另外一组人怎么样？另外一组人他觉得选简单是觉得很难，对不对 ？OK， 好，那我现在问你哦，如果你被攻击说，你看你自己简单就很公平，你换到别人就说很难，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反驳 ？OK， 好。你给别人死缺 ，OK， 给别人那个就是很烂的塞亏 ，OK 哈，好，给别人死缺，给自己闲差，好，被人家说有双重标准，好，如果今天有人这样质疑你的话，你会怎么反驳他？很简单啊，就是我给自己闲差，给别人死缺 ，OK， 死缺就是很烂的差事啊，这样子，我要怎么证明我没有双重标准？就是当我今天我拿到了死缺，我也不会说什么，对不对？对吧？我拿到了死缺，别人拿到的是闲差，我也不会说什么啊。好，就是我给别人扫厕所的任务，我自己扫教室。好，但是呢，我要怎么证明我没有双重标准？就是如果换成是别人给我什么，别人给我扫厕所的任务，他去扫教室。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不会觉得不公平，对不对 ？OK， 好，你作为一个刚好拿到闲差的人，就会被别人说你是故意捡来做的。你要怎么证明你不是故意？你不是就是故意想偷懒？很简单，你要跟对方讲说什么？讲说啊，不是啊，如果今天来的是很艰苦的工作，我一样照做，我也不会喊啊。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哦。这个题目你就要带到谁的角色？你就是要带到那些被批评的人的角色。人家看到你拿死缺，看到你拿闲差 ，OK， 把死缺给别人，就说你是双重标准。你要怎么样证明你没有双重标准？就是你要告诉对方，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我拿死缺，别人拿闲差，我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观察一下，你有没有发现文章里面前面的这个 premise 讲的是。一组人，他们今天好把这个烂事给别人做，他们认为很公平。而今天另外一组人，他们认为别人拿到简单的事情是不公平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他好像没有讲到同一组人会怎么想，对不对？对吧？我们刚刚的预想是不是就是什么？说我要证明我没有双重标准，就是我要证明别人给我做我推给他的事情，我也会甘之如饴，对不对？换位思考下，我仍然会做出一样的我仍然会认为是公平的，对吧？所以这个题目你的预想的唯一方向就会是什么？就会是我要怎么去 weaken 对方？我要去 weaken 对方说，其实老实说啦，好，换到我的身上来做的话，对不对？好。我也是有一样的我也是会怎么样？我也是会觉得公平嘛，对不对 ？OK， 这样我才没有双重标准。OK， 好，那当然，如果今天要变成 support 的话，对不对？要变成不是 support， 要变成 assumption 的话，就是要把它反过来，就是说什么？换到我身上，我真的会觉得不公平。同样是我同样的人，对不对？换到我身上就变得不行了，这样才是双重标准嘛，对吧？好，所以这道题目为什么最后做出来答案是 A 选项，就是因为什么？他在攻击的是前面两组不同的人，你怎么可以把它合成同一组，对不对？好，你要讲人们有双重标准，应该是同一个人有双重标准。好，所以 A 选项它证明的是，至少你刚刚前面讲这个态度变脸的是同一组人，这样子，这还是所谓的假设。OK， 好，来，所以像只要这种题目，好。像这种题目，我们如果一开始不去预想的话 ，OK， 好，如果一开始不去预想的话，你看到其他选项，你就会整个乱掉，什么电脑随机分配啊，什么鬼的 ，OK， 像你看这个 C 选项说至少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被指派是困难任务，然后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要证明的是双重标准的，这边只有讲其中一部分人他们觉得不公平。那请问他们换位思考之后，他们如果拿到了比较简单的差事，他们认为公平还不公平，他也没有讲到嘛，对不对？是你无法证明同一组人上有双重标准，对吧？好，重点是要同一组人身上换位思考，对不对？不是换位思考，换成不同的情境，他还是觉得这是公平的，这才是什么？没有双重标准或有双重标准嘛，对不对？ C 选项只讲了其中一组人的一种情境，
没有讲到这组人在遇到另外一种情境下，他们会不会做出一样的决定，所以你不能证明他们有双重标准。OK， 好，来，那D选项你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这个就是，The volunteer to whom the scenario was described were more accurate in their moral judgment。他在讲的是道德判断的好坏，谁的道德判断比较好，谁的判断比较坏。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道德判断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来讨论是有没有双重标准，对不对？就算都是好，就算都是不好的，我们在讨论的是你的道德判断会不会怎么样，用在别人身上跟用在自己身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吧？可是这边在讨论是道德判断有没有优劣之分，所以这样一样是跳脱主题了。好，那一选项说什么？一选项说At least some volunteers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assigning a task themselves and having the computer assign, they feel that they had made the only fair choice available to them. OK， 他说怎么样？至少有一些人认为说什么？认为说他们做了眼前唯一正确的决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选项也没有去点出来我们刚刚讲的换位思考之后是不是也是做一样的决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选项也是属于什么无关选项，它只是说我就是做了我觉得眼前最公平的决定。可是问题是，如果换位思考，换成同一组人，别人来帮他们做决定，他们会不会认为是公平的？没有，不知道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也是无关选项。OK， 好，这道题目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不先预想的话，你看到后面一定会整个乱掉。好，我们预想的方式，刚刚再重新讲一次，非常简单。第一个，抓到命题。命题叫做双重标准，有没有双重标准 ？OK。第二个，站在那个被批评双重标准的角度来讲，人家说怎么样呢？人家说，你看，你拿到轻松的任务给别人难的任务，就是什么？就是觉得它是公平的。好，然后呢，所以你有双重标准。然后呢，就是其他人对不对？他们拿到简单的任务。他们就觉得不公平，所以他们说你们有双重标准。这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你的回答非常简单，其他人的回答是其他人的事情，对不对？好，如果换作是我在他们的角色，我不会这样回答，对不对？他们说 unfair 那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是我进来的话，我一样会回答 fair， 这样子就能证明我没有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对不对？对吧？因为其他人觉得不公平，但是如果我被拿到塞亏，我被拿到死缺的话，我会觉得公平，所以这个时候我能证明我是什么单一标准。那当然，今天这个是削弱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正解方向就是什么？你要证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里面，会 apply 到不同的标准。OK， 所以最后答案是什么 ？A 选项，其他的选项要么就是完全摸不着边。好，没有讨论到底一个人是不是有双重标准，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今天他只有讲一个人在某个情境下的决定，没有讲同一组人在另外情境下是不是有一样的决定，所以也是没办法证明有没有双重标准。OK， 好，就这道题最后答案是 A 选项。这道题其实老实说蛮难的，为什么？因为他大部分的考生在做题目的时候都不习惯先去分析文章。其实让你知道吗？考试的时候，前面的文章分析应该至少占你考试做题时间的60%。好，你一定要去确切的分析文章，然后呢，去想清楚说到底这道题目要怎么去切入。好，你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带入？你要用什么样的预想方向？好，你要回答的方向可能会是什么？再去看选项，也就是说，你几乎要把这道题目60%的时间当申论题来做，不能让选项主导你的思考。你一定要先带进去思考，到底这道题目要引导我们的方向应该是什么，这样子 ，OK， 好，所以各位注意哦，就是在做题目的时候，千万一定要去记得常常去练习代入法。好，你尽量在平常的时候多练习，你考试就都能灵活运用。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些题目，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全部都是决策题，对不对？有一些是决策没有错。但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是所谓的这些道德判断，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是什么？或者是有一些是说这个会不会被影响，未来会怎么样，对不对？其实不一定是决策题啦，那决策题是最容易用的，因为你决策题就直接带入那个做决策的人。
好，但是呢，其实60%-70%的题目，就算不是决策题，我们还是可以去用代入法，只是我们要去找准命题跟确定方向，就像刚刚的练习一样，你才知道自己要带到什么样的角色，最能够用文章的最能够用他要你的立场来回应，这样子。OK， 好，所以这边我们为什么会讲那么多题目，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把重点放在要怎么样面对不同的题型里面，你都能够去抓准命题，然后呢抓准方向，带到正确的角色去做引导思考。好，虽然这2部影片里面我们讲选项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但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跟大家讲解选项 ，OK， 我的本意其实要跟大家讲解的是，把这些题目当申论题来看的话，你到底能不能够去借由分析命题跟分析方向来帮自己设立一个正确的角度，去先预想到好几个可能有的答案，这是我的本意，这样子 ，OK， 好，来，那这边给大家做一些额外的练习。好，以下这边等一下会有3道题目，那3道题目是我没有给出选项的，因为我不想让大家把重点放在选项上面。我会建议各位先试试看那3道题目，练看，带入你认为正确的角度，然后去想1到2个预想的方向，再去上网去找答案，去对照你的思路是不是跟正确答案的思路是有重叠的。好，这3道题目，好，这3道题目之后不会有额外的讲解 ，OK？ 但是大家可以去做这个练习，去想说，在这道题目里面，我到底要带入什么样的角色 ？OK？ 注意哦，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问句哦，好，问句很重要哦，好，问句里面不只给你态度，还有给你他要证明的这个对象 ，OK？ 好，就是这个地方看完之后，第一步是要先去做什么？还记得吗？抓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焦点 issue topic 命题，对不对 ？OK， 好，再来就是抓准正确的还有你的态度，然后再来去确定一下，用这个态度来回应这个命题的是哪一个角色最有可能会这样回应，再用那个角色去思考说他会去考虑到什么，他会去顾虑到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 ？OK， 好，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方向，去想这道题目可以带到谁的角色，好，去想1到2个预想，然后再回去看，再去上网找正确答案 ，OK，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这2道题目 ，OK， 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当然你可以去对照一下，你一开始带入的方向跟正确答案是不是对到的，是不是通的？好，就是你带入那个角色是不是真的会去考量那个正确答案所给的资讯？如果不会的话，代表说你带入的角色是错的。OK， 好，那如果会，但是你刚刚没有想到的话，代表说你刚刚一开始预想不够完整。OK， 好，所以大家要请记得，好，如果你要练习带入法，如果你要让带入法在考试中非常直观的运用的话，基本上就是平常尽量做题的时候能用就用。不要只是偶尔想到偶尔用，看看每一题是不是都能够应用，但在应用的时候也不要滥用。什么意思？带入的角色一定要先确定你真的读懂了文章里面结论想要跟你证明的命题是什么，还有就是到底文章的这个题目的问句他想跟你确定的方向是什么，你才去选择带入用这个态度回应的对象。当然第3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什么？带入完之后，请你把重点放在预想身上，先想1到2个，再下去看选项。OK， 好。Dustin 非常注重的是做 CR 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把这道题目当申论题，研究题目，而不是去研究选项。OK， 好，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哦。好，平常做题的时候要练习如何去把它当申论题，用正确的角度去想到可能的方向。OK， 好，来。以上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带入法的这个讲解。好，那也请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关注 Dusty 的这个新的部落格。OK， 好，然后呢，那所有的这个 Thursday with Dusty 的这个影片，对不对？都会放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的这个就是一个播放清单里面，大家也可以去复习前几期的这个清单。OK， 好，那各位谢谢大家。跟着Dustin1个半小时来学习这个上下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期会讲的是 RC。OK，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哦，大家好好练习带入法哦。好，我是Dustin，我们下次见，拜拜。